冬季作战，乌军更具优势。关于冬季的问题，之前火力军也提过一笔，不过当时属于猜测，但现在它已经来了。乌克兰下了第一场雪，真正的凛冬已至。乌克兰冬季的气温可以达到-30摄氏度，会严重影响乌俄双方的军事行动。对此，火力军要说的是，冬季对乌克兰更有利，并且乌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开始了。夏季的时候，乌克兰泥泞的道路可以阻碍露天攻势，甚至能困住履带式战车。但到了12月后，结冰后的地面会再次变得坚实，这更有利于进攻方组织选择更多的进攻通路。所以战争肯定不会在冬季结束，但影响肯定是有的。寒冷的冬季对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是一种痛苦，后勤补给也更加困难。特别是在经过长达9个月的战争之后，乌克兰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毁坏，后方也要面临一些问题。当然，俄军也是如此。现在的俄军士兵是拿着1986年的突击步枪在前线作战，没有直升机，没有热成像仪，只有头盔、冲锋枪以及2颗手榴弹，一个给敌人，一个给自己。现在还要加上没有冬衣了。对个人御寒装备简陋、前线环境恶劣、武器性能落后的俄军士兵来说，那是痛苦翻倍。不过有很多人都觉得俄军翻盘的希望在冬天。今天火力军就打破这个幻想，按照这些俄粉的逻辑，春天对俄军有利，春暖花开，俄军心情开朗，士气提升；夏天道路干燥，对俄军有利，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军。到了秋天，俄军还是有优势，粮食供应充分，以战养战。到了冬天，俄军一样有优势，理由无非是贬低乌军，吹俄军的坦克大炮以及光辉历史，说乌军的炮弹已经打光了，北约的库存见底了，弹药生产能力不行，跟不上战场的消耗，北约的战争资源已接近枯竭，还有什么冬季促使欧洲债务和能源危机加剧，还说俄军更适合在冬季作战，有大量的重装备，土地解冻之后可以在乌克兰大平原上快速推进。首先，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好过冬，所以他们迟早会抛弃乌克兰，这是老生常谈了。那些所谓的专家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出来念叨一次，结果却是美欧的军援越来越多，完全没有要断供的迹象。冬天欧洲面临天然气短缺压力，可能会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，这个不能算没有道理，毕竟欧洲民众抗议天然气涨价的游行也不少。不过抗议政府涨价并不影响支持乌克兰抗俄，如果北约有国家真的转向了，说不定会有更大规模的抗议，这个时候就不只是民众抗议，还有其他北约国家。再说，乌克兰的主要军援靠的是美国，想想美国在冬天打仗是什么装备补给，估计真会冻死的应该是俄军，毕竟冬装都不发。还说俄军善于冬天作战，这个印象可能来自于2战的苏德战争。很多人都认为寒冷的天气是俄罗斯战胜德国的重要原因，实际上在决定苏德战争胜负的因素中，天气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，这还是在德国人认为几个月就可以打下苏联，没有准备冬季的装备的情况之下发生的。比天气更重要的原因，其实是英美联军在欧洲登陆牵制了大量的德军，还有2战初期苏联丢掉了乌克兰，美英援助了大量的食品脂肪，不然苏军靠土豆黑面包撑过寒冬的作战吗？还有美国对苏联的大量军援，也是苏联能打赢的一个原因。当时的美国通过租借法案，向苏联提供了约4102辆 M4 谢尔曼坦克以及1386辆 M3 李氏坦克，此外还有11400架飞机，其中包括4719架 P39 眼镜蛇战斗机及配套武器弹药，加上英国的援助，当年苏联通过租借法案获得了来自英美的约18200架战斗机，达到苏联战时军机生产数量的 30%。除了这些，美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卡车、装甲车辆、地雷、炸药等等。到1945年攻克柏林时，苏联军队中超过1/3的卡车都来自美国。而且1812年战争、卫国战争确实在冬季出现了转折，但是苏芬战争苏联吃的亏也不小。不过谈历史就没什么必要了，还是要谈谈客观军事。就算俄军善于在寒冷的天气作战，但是乌俄战争在2014年2月就打响了，乌军主力部队轮流在乌东打了8年，也就是经历过8个冬天的锻炼，难道还没有他们适应乌克兰的冬季？
还有说乌克兰本土的基础设施问题，俄军导弹、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础能源设施，导致乌克兰多座电站被摧毁，电力供应无法快速恢复，数百座城市断电、断水、停暖，这点确实不假。泽总之前就已经承认乌克兰40%的能源设施被摧毁，而且俄军从赫尔松市撤离前，彻底摧毁了赫尔松的能源系统。现在赫尔松根本就没电没水，但是乌克兰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。现在乌克兰各地电力供应在逐步恢复，如果俄再次发动大规模袭击，将启动无敌中心。这是一个临时生活设施，里面有所有基本生活服务，包括电力、移动通信和互联网、暖气、水和急救带，所有服务完全免费，提供每周7天24小时不间断服务。前线的乌军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冬季对乌军更有利。说俄军有优势的那些人，火力军能笑他1年。对了，应对冬季，从今年夏天开始，乌军就开始在顿巴斯前线安装模块化掩体，里面有简单实用的取暖设备，能为前线官兵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作战环境。这种模块化掩体类似于一个小型集装箱，顶部有较厚的钢板保护，并且隐藏在地面以下约 0.5 米。安装好之后，上面用泥土覆盖。目测这个模块化掩体可以供10人左右轮流坐卧休息，而且乌军有超过20万件防弹背心，超过10万顶防弹头盔的储备量。冬天来了也不会停止作战，凭借远程炮火和防寒物资的优势，可以继续乘胜追击。当然，模块化掩体也就名字高大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钢制活动板房，不是什么高科技。俄军也一定会制作，只是听说他们购买冬装的军费都没了，连合格的防弹衣、钢盔都得自己掏钱购买。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俄军最大的敌人在莫斯科，买冬装的军费已经被莫斯科的高层换成美国的游艇了？如果士兵没钱也好办，贷款买，不想买那也可以。俄罗斯人向来是寒带民族，给几片树叶子披身上就可以打仗，冻死怎么可能呢？实在不行，俄罗斯在本土也可以打点广告，不要怕，真男人都是冬天光膀子上阵的，我们豪华游艇上支持你。而且乌克兰地区夏季的道路基本上都是无法穿越的沼泽地，不仅重型坦克，甚至装甲车都没法过。到了冬天，乌克兰土地会冻结硬化，这更加有利于进攻方组织选择更多的进攻道路。现在战场上的差距摆在那里，进攻方肯定是乌克兰。在现代战争条件下，由于环境温度降低，人体和装备发出的红外线更容易被发现。从夜视镜到红外制导武器，北约援乌设备的性能远超过俄军。刚开战的时候也是冬天，也没见俄罗斯能打赢。这个冬天，北约不但给乌军提供了更多的单兵导弹，而且装备了完善的战术安全通信系统，战场感知能力和指挥系统的技术性能大幅提高，又拥有了之前没有的各种北约援助的重型榴弹炮、火箭炮，更多的坦克、装甲车，大量车载反坦克导弹，大量的近程和近中程防空系统，空军力量也恢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俄军装甲部队如何实施突击？更重要的是，俄罗斯的弹药也不够了，正好跟那些俄粉的说法相反。乌国防部长11月22日发布了一组数据，说俄军只剩下119枚伊斯坎德尔导弹，占其2022年2月初库存的 13%；150枚 KH-1555 导弹，占2月初库存的 50%，剩余120枚 KH-2232 导弹，占2月初库存的 32%。俄军差不多已经耗尽了 3M55 镐玛瑙、S300、KH-101、KH-35以及 KH-47M2 的库存。火力军无法确定乌方发布的这组数据有多准确，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导弹库存有一个基本估计，加上俄军的消耗量，乌方有精确统计，上述数据应该8、9不离十。这说明俄军精确打击能力已基本耗尽。虽然俄罗斯剩下的导弹仍能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，但不会对战争进程产生明显影响。虽说俄罗斯拉来了伊朗，想在俄罗斯境内组装或生产伊朗导弹，但这两个国家的导弹生产能力受到北约的制裁，产能非常有限。除了武器装备，乌军的人员也不缺。为了准备冬季作战，乌军早就组建了2个北约标准旅，目前第1旅已经组建完成，即将开赴前线。还有11月21日，
乌克兰第77空中机动旅还进行了成军宣誓仪式，并将很快被部署到前线。该旅收到了最近交付的 T80BV 主战坦克、德国丁构防雷装甲车，以及土耳其的 BMC 装甲车、美国 Max Pro 装甲车和安装了 BMD-2 炮塔的 BMP 步战车。正规部队都有主战坦克和履带式步兵战车，这才是能打仗的部队的样子。77空突旅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从英国训练回来的。北约正在以每个月5000人的速度帮助乌克兰训练新兵，差不多就是每个月新增1个旅的水平。俄军新兵则没有这个待遇。不过局势虽然对乌军有利，但战场的局势不好说。冬季很可能是消耗战的趋势，对乌克兰来说，积小胜有可能转为大胜，就像赫尔松的战局一样。大规模进攻有可能会很少发生，比如在斯瓦托夫克里米纳、巴赫穆托周围基本上都是小型战斗，双方都不恋战。扎波罗热南部，俄军和乌军都在增兵，冬季的到来和前线焦灼对俄罗斯来说有可能是好事，毕竟大浪淘沙，那些新兵也可以快速适应战争，只要冻不死，到春季就是一个合格的士兵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乌军要在冬季大规模进攻，乌克兰是很能搞事的。4月击沉莫斯科号，5月北顿涅茨河打渡口，6月保卫北顿涅茨克和利昌斯克，7月海马斯猛轰，8月底在赫尔松反攻，9月横扫哈尔科夫东部，10月光复莱曼，炸断克里米亚大桥，奇袭塞瓦斯托波尔，11月收复赫尔松。现在都12月了，乌军从来没有保持沉默1个月的记录，说不定马上就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比如扎波罗热，比如克里米亚。总的来说，刚开战的时候，乌克兰人在冰天雪地里抵挡住了俄军的闪电战，打赢了基辅保卫战、苏梅保卫战、哈尔科夫保卫战，当时还属于是武器装备不够先进的情况。这个冬季，乌克兰有北约的支持，后勤不缺，武器弹药不缺，而现在的俄军还有一部分人没冬装，拿什么打？难不成拿雪球砸死乌军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乌军在冬季会有什么动作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